以巴战争对比特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29000块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大家好，我是闭关修行的老刘啊。其实这几天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老刘，你觉得这个战争对盘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啦，其实每一个消息对盘面的影响都是属于一个加速剂。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整体的盘面是要进入一个空头趋势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需要一个催化剂。也就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面来影响到这个盘面的波动。像比方说我们前阵子有乌俄战争嘛，那乌俄战争呢，理应上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他们应该会囤这些比特币或者说把资产转移到比特币上。那这时候呢，比特币的盘面是应该要上涨才对的。可是怎么知道呢？它涨一下之后，就开启了一个更深的跌幅，就是因为其他的消息面来影响这个盘面的走势。所以其实战争或者是说比方说 FTX 的倒闭，或者是这个 Luna 的倒闭等等的，都是一些对盘面的一些催化剂，也就是说导致这个盘面会去加速它的上涨或下跌的过程。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要从比特币的 Bitcoin Dominance 看起其实这几天呢，我发现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一般上Bitcoin Dominance 是表示这个散户对于比特币的信心程度多少嘛？当 Bitcoin Dominance 上涨的话，或者是说比特币价格上涨的话， Bitcoin Dominance 应该是随之而来上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相对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它 Bitcoin Dominance 下跌比特币的价格下跌， Bitcoin Dominance 有可能会下跌。那比特币价格在上涨， Bitcoin Dominance 也有可能会在上涨。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以巴战争这个事情其实大概在10月7号左右新闻开始公布出来嘛，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放大一下 Bitcoin Dominance 4小时级别来看一下，从10月7号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这一段上涨这一段大概从26000多块涨到28500块这段过程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个 Bitcoin Dominance 是在上涨嘛，这也很合理毕竟价格上涨引发了这个 Dominance 的上涨。那在10月7号的时候呢，我们周末这3天是走入一个横盘震荡的，但是Bitcoin Dominance 是却在缓慢的攀升的，甚至我们会看到事情是它现在这个 Dominance 的价格Dominance 的这个占比已经比我们当前在28500块这个前高位来得更高了。所以呢，这预示着什么东西你看，这个 Dominance 在上升，可是呢，价格却在横盘调整。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有散户在这里认为说，这个比特币有可能会来了一波更强势的上涨，所以呢，他们会开始纷纷在相对高点去买入。那这呢，就预示了什么事情？其实这有2种猜法了，一种是呢，我们会觉得庄家在这个地方买入嘛，或者说我们会觉得散户会在这个地方买入。那究竟谁会在这么高的位置进入去进行买入呢？那不得而知我个人觉得我个人会倾向认为是散户在这个相对高的位置是进行买入所以我会特别重点关注这个后续的盘面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下跌或者是说这个快速的往下走来让整个盘面呢就是造成一个恐慌性的抛售。那这得从比特币4小时级别盘面看起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比特币是有回踩到这个通道的。那这个通道呢，我个人觉得它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被调整的，或者是说它没有这么的完善。毕竟比特币的上边界通道，它不是3个高点连起来，它是相对高点连接起来，那才能让这个通道看起来比较完美。那目前来看，其实它和我昨天的预期走的一模一样，就是早上的时候在这里呢，或者说半夜凌晨的时候，在这里踩了一下之后，来了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呢很不强势，毕竟它在4小时级别通道箱体进行调整之后，快速的回落。那其实刚刚4小时级别如果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通道，你会认为说它这一根针已经是来2次试探这个通道了。那我个人就会认为说，当前的盘面是已经很明显走弱了，因此我会觉得29000块这个位置能够回到去的可能性不高。那如果你有看到我昨天这一支影片的话，我有说过嘛，我这个 Gala 有介入了一笔多单。那在今天的时候我有跟各位说，这个 Gala 先出局目前是没有止跌的现象。因为正常来说，一个好的盘面走势它到达一些关键价位的时候，它一定要有点反应。可是呢，
我个人看了一些山寨币哦，它今天的走势是稍微来一个弱反弹之后，就开始慢慢的缓慢下跌。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目前这个价位是还没有止跌的，所以我会让各位先出局哦。那如果你对我这个操盘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我会给各位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一讲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比特币4小时的盘面哦。接下来怎么看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一波下跌哦，毕竟呢，它是在大日线级别下跌之后的第一次有效回踩28500块，那后续的盘面有没有机会往更深的地方下跌？我认为啦，目前来看是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不会再去期盼29000块还能再接到这笔空单了，或者是说，如果接下来盘面继续上涨的话，那可能29000块这个位置是守不住的。好，这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是啊，这个接下来会跌到什么地方？其实我一直跟别人说，我会看到21000块，大家觉得我是疯子哦。那目前的29000块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底部，可是你要这样想哦，从周线级别来判断这个盘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啊，好，我们先把这个删除掉，然后稍微放大来看，这个24500块左右这个位置呢，它是经过很多次有效测试的。那一般而言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话，它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踩到之后。24500块左右，就是直接打上去的。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里呢，将近走了快2个月的时间调整了。那这边呢，其实走了将近50多天嘛。这个位置走了将近50多天，它这个位置呢，没有明显的快速上涨的话，代表说啊，这个支撑大周线级别的支撑是逐渐正在走弱的。你看啊，所谓的一个好的支主互换哦，就是它打到这个位置之后，遇阻回落。好，第二次打到这个位置之后，遇阻回落。直到它在下一次强势攻破之后，才可以宣布说这个下一轮的这个多头趋势已经开启嘛，尤其是周线级别哦。你看踩到之后反弹上去，那目前来看，你看踩到这个位置之后，它没有来一个强势的反弹，而是在这里盘下来踩一次之后再继续上涨。所以呢，我会认为说啊，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跌到24500块的话，那大概率是撑不住的哦。你很少会说，那它下来在试探的时候再反弹上去，其实这种走势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个人不会去过度意淫盘面，或者说过度去解读这个盘面还有一轮的多头产生了。所以呢，这一波下跌啊，如果真的能踩到24500块的话，500块的话，那它接下来继续往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此呢，我会把我的止盈目标看在下方哦，21000块左右。那当然呢，这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还是得等走出来之后再进行判断。接下来我们要判断的事情是日线级别到底为什么可以说这里呢就是短期的顶部啊？其实好，当初呢我一直看29000块的原因就是在于这里嘛，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个潜在的1272的蝴蝶，可是呢蝴蝶没有走出来，我们就不能说这是一只蝴蝶哦。什么意思呢？蝴蝶是一个完整的和谐形态啊，它必须得到达这个价位，我们才有机会看空。但是呢，它没有到达这个价位，它能不能直接拐头下去？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是我左侧对于这个盘面的一个预期，我会认为说它还有机会可以涨到这个价位。但是呢，如果盘面没有给到这个机会的话，那也很合理嘛，对不对？28000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关键压力位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本轮的这个维克夫下跌，这个维克夫派发的这个下跌中，这个最后的支撑就在这个价位嘛，并且呢，这边是有完成一个等距的 ABCD， 还有一个113的差异形态，所以这个位置啊，很大概率就是短时间的高点哦。那短时间的高点呢，一般上要得到2次有效验证，我们才可以确认它是一个高点嘛。那其实，在日线级别来看的话，这里啊28400块是有来到2次验证的，甚至它连差都不差28500块就直接拐头下去了，这代表说啊，这个价位28400到28500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人正在做空的，以至于后续的盘面，你看走了将近4天，它根本没有机会去进行二探。那目前来看哦，这个平头顶是已经形成了，或者是说啊，你从更小级别来看的话，放大来看的话，这里呢就是进行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顶部箱体测试了。那接下来啊，我个人真的认为哦，再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介入一笔空单。好，那既然确认了28000块是顶了，并且我们这个空单是没有在最好的价格介入的话，那接下来想要去做空该怎么做？首先呢，关注这个价位，我一直说了多次测试的这个趋势线嘛。那这个趋势线呢，其实非常的不标准，或者是说它这个
这个下边界测试点不是很标准，但是如果你用通道来看的话，它勉强可以接受，那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点点啦。好，目前来看呢，其实是正在进行测试的，很有可能会进行跌破，很有可能会进一步跌破。那我个人会去盯盘，这2天，或者说今天晚上到隔天早上8点，它能不能跌破这个价位？如果可以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很快速的下跌的，因为呢，一般上这种4小时级别的这个大结构跌破的话，它不会让你有追入的机会。所以呢，一旦跌破，好，我做空，先把这个空单的止损设置在28,000块，因为避免这个箱体突然间就涨上去把我洗出去嘛。那止盈呢，我会直接看到24,500块更低的位置，24,500块更低的位置，比方说21,000块左右。当然了，这个是有好几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或者说第一个关注价是在这个26,200块左右，26,200块左右。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前这个这一小块的这个价格筹码区啦。然后呢，也是曾经的这个几次有效测试嘛。所以我第一个会关注26,200块。第二个呢，我会关注的地方是这个价位24,800块左右。那这段本轮上涨的这个最低点这2个地方一旦跌破，我就会直接拿到下方21,000块的位置了。好，那这笔订单呢，它大概率还会需要多1个月左右的调整，也就是说，它跌到24,800块这个价位它还需要1个月时间，所以会需要耐心等待那一旦跌破这个价位呢，我个人认为短时间内它有可能会这么走，比方说跌破27,300块左右反弹上来，但是呢28,000块只要不破，这笔空单呢就能继续拿着。当然了，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偏左侧的进场那这个仓位呢是不太建议开这么大啦。跌破什么关键价位才能继续加仓呢？好，我会把这个交易机会发布在我的 Discord 社区。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那 Discord 社区的连结就在下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了。那我们这期影片先到这边，我们的重点都会发布在社群里面的。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